他是尹氏家族最有天赋的少主，本与皇朝公主有一纸婚约，而今皇朝女帝竟带领公主上门退婚。小千阳，想必你也知道我们母女这次来是为了什么吧？乌巢，这什么东西啊？800年熔岩搭配2斤浓缩非洲燃料，你值得品尝。陛下，这好好的突然来退婚，你总要给我个理由吧？还有，爹，他们是来退婚的，你呀一脸殷勤的呀，是想干啥？见外了不是？给陛下端茶倒水，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。你跟灵儿的婚约本就是上一辈老家伙的酒后胡言，我跟你爹聊了聊，决定不能让上一辈的话来影响你们下一代的生活。可是母后，灵儿不用多说，这件事我已经决定好了，你以后就老老实实的当你千阳哥哥的姐姐就行了。等会儿，什么叫灵儿老老实实的当我姐姐？老一辈当时虽然是酒后胡言，但我们也不敢违抗，为了让你们自由恋爱，所以我跟你爹决定，你俩的婚约改成我跟你爹的。不过不用难过，该给你的补偿一点都不会少。所以我曾经未来的岳母，如今变成我未来的小妈了。爹，这是我娘知道吗？何止知道，这事就是你娘整的。你们喊我过来都多余。对了，给我的补偿是什么？哈哈，都是一家人了，还谈什么补偿啊？你呀是把我的补偿又当彩礼给送过去了吧？什么东西？你给我的彩礼是我给小千阳的补偿。看着我的眼睛，回答我。雨玲姐，你终于来找我玩啦？好，少主呢？为什么？我明明可以为了你做任何事，为什么你偏偏要找少主那个大猪蹄子？凡爱为毛是他当少主的护卫？难道你看到了少主被退婚，也要像公主一样抛弃我吗？你个恶毒的女人！什么？少主被退婚了？我上位的机会来了我是说我们报恩的机会来了。没想到千阳哥哥在家里这么受欢迎啊！我先来的，明明是我先来的，你们几个下人几个意思啊？明明是我先来的，护卫就老老实实的给我保护护主啊！那个，我现在是该叫你灵儿妹妹还是姐姐啊？叫媳妇。啥玩意？没什么，你想叫什么就叫什么。那个，几年没见了，咱们要不出去逛逛？逛街、吃饭、宿醉、客栈，事成之后，母后想取消婚约都没用。这还是小时候在屁股后面喊我千阳哥哥的灵儿吗？几年没见以来就要花我的零食，哎，果然人是会变的。他们本是一对令人羡慕的神仙眷侣，却因为父母的阻挠，无奈只能以姐弟相处。千阳哥哥，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在这里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吗？当时的你跑得飞快，灵儿怎么都追不上你。是呀，当时你不知道从哪弄了块砖头，追着我跑，最后没追上我哭了。我爹还以为我欺负你，把我吊在树上抽了2个时辰，3匹牦牛皮做的皮鞭都给抽烂了。是啊，真怀念当时和千阳哥哥在一起的日子啊。灰灰，看来今晚有必要去钻少主被窝，打探一下他小时候的事了。系统，你说让我向北走，但你为什么指着上面啊？你是要我向上飞吗？小雨儿，露露姐。2位夫人，我也来了。哼，多大人了，还学别人装嫩，羞不羞啊？小雨儿，要摸摸。来了，露露姐。你们明明都是我夫人，为什么我感觉我像第三者？呵呵，这你别管，你不是给小千阳跟灵儿找了一位修炼师傅吗？怎么还没到？哎呀，别提了，本来应该在当时退婚的时候就到的，但不知怎的没消息了。传讯给他们宗门，他们说不用担心，迷几天路就到了。你看这叫什么事啊？家主老登，这还有个人呢。哦，我记得你是旁支少主，叫谁来着？承蒙家主厚爱，还记得我，但我再声明一下，我叫那谁来着，不叫谁来着。这什么鬼名字？哪个傻鸟给你起的？你俩怎么回事？怎么换画风了？看你那样子，在孩子面前也没个正形。
回家主，我这个名字就是您当时给起的。您当时说以后有危险喊一句那谁来着，别人还没反应过来，我就应上去了。托您的福，因为这个名字，我现在连女孩子的手都没牵过。不对吧？除了我儿子，像你们这些重要人物，不都有一个女性护卫吗？我的贴身护卫正在贴着你儿子的身逛街。好吧，我好像知道你的贴身护卫叫什么名字了。不过你今天过来是来干什么的？这是我的阴令，帮我转交给千阳少爷，我想出去闯闯。你确定吗？放弃阴令就等于放弃这代争夺家主的机会。家主，您说笑呢吧？同代打您儿子，你跟我如果是同代，我一定跟你争。你儿子纯属直怪，你敢说你现在能轻易拿下他吗？好吧，那小子数值确实有点高了，但你为什么不自己给他？我的贴身女护卫正在贴着您儿子的身逛街，贴身，懂了吗？我换种说法，从小守护我长大的青梅竹马，现在在您儿子身边，你懂了吗？哦，你的意思是我儿子无意间把你给牛了？他们是对毫无血缘关系的姐弟，一个只想守护自己的钱包，一个只想睡了对方。千阳哥哥，不是说好的要一起去客栈吃饭吗？为什么又不去了？我房间都开好了，为什么又不去啊？灵儿，人的一生不过数百载，为了以后更好的生活，我们应该放弃暂时的享乐，去买本功法好好修炼。骗鬼雷，你那是想跟我吃饭吗？你那是想霍霍我的零食了，还是买几本书来的实在？可是少主，这个摊位卖的是一些180家的禁书啊，看这种大黄书真的能给修炼带来帮助吗？高冷御姐爱上我，原来少主不喜欢推倒，喜欢被推倒啊。虽然只是走错了摊位，但少年的脸红在无声中又解释了他的确喜欢这样。嘿，朋友要买书吗？现在优惠价，买1斤送半斤。原来书的优惠是这样优惠的吗？嫌贵吗？白送也行了。千阳哥哥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你说句话啊！不对啊，系统明明让我向南走，我又往下挖了，怎么还没到？哎，千月长老，你又迷路了吗？我记得你，天宫任万年吊车尾硫磺书，怎么出来卖书了？是终于意识到你这书一点也不黄了吗？千月长老，我有名字的，不要喊我那的令人羞耻的外号啊！呵呵，谁让你这家伙每到一个地方就会留下几本黄书，大家喊你硫磺书都喊惯了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千月长老，你不是要去收徒吗？怎么还不去啊？别提了，我明明都跟着系统导航走了，北面向上飞，南面向下挖，可就是找不到。你看这叫什么事啊？我认为这跟系统导航没关系。要不千月长老，你告诉我你要去的地方，我用我的系统导航带你过去。4圣阴阳族，就那个每个族人都会跟4个圣兽圣地其中一个结婚的家族。好熟悉的名字，居然跟少主的家族名字一样。不是，原来不是重名啊！没想到，在我摊位前买小黄书的家伙，居然是我以后的师弟。你早说啊！你早说，我全送你了。孩子，你大了，有欲望，我这个当娘的懂，但你也不能去买那种东西啊。那个，你就算把灵儿敲晕拖到客栈里，我们都不会说什么，但你为什么非要去买那些不健康的东西？就是啦，你就算跟灵儿直说，难道她就不会答应你了吗？非要整那些东西。没问题的话，他们2人我就带走了。没问题了，那以后这俩孩子就麻烦你了。那个，下次他俩来的时候，能不能让他俩多个一儿半女啊？好了，师弟，别红了。自我介绍下，天宫院沐橙墨染，以后就是你师兄了。他们是宗门内定的亲传弟子，本应高兴的他们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2位怎么了？怎么一股5·1假期过完要连上7天课的感觉？哎，我今年224，本来是老公孩子热炕头的日子，现在老公没了，又告诉我还要去宗门学习修炼。乌巢，灵儿，你比我爹还大啊！你一口一个千阳哥哥是怎么叫出口的？千阳哥哥又忘了不是，灵儿是朱雀族，
在我们族群我还没成年呢，更何况我在蛋里待了200年。师妹，那你不更应该珍惜这次前往宗门学习的日子吗？我在蛋里被强行打开五感，胎教了200年。师弟，你不要告诉我，你也几百岁，被胎教了几百年。那是我娘给我准备的土特产。双修的108种姿势，洞房花烛的20-30，这都什么东西啊？托您的福，我娘知道我在你的摊位看尽书了，所以她让全城搜集了各种类型的书籍。现在整座城的人都在转，我这个少主因为被未婚妻退婚变得无比饥渴，甚至都开始对城中的老槐树下手了。哎呀，我这不是怕你憋出毛病吗？万一你憋出毛病了，不喜欢女生，改当下面那个了，到时候我找谁说理去啊？师弟，你娘思想是不是有点太开放了？5000多岁的人了，看过的案例比我吃过的饭都多，能不开放吗？你娘5000多岁，师妹200多比你弟大，不是这对吗？我娘是妖族，如果按他们妖族的年龄比，我娘应该算人族的50多。那师妹的200多岁，在人族里是不是算刚断奶的小孩？灵儿，告诉我这不是真的，你其实早就成年了，对吧？对吧？那个，你们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完的吗？我可以再等等的，我不着急的。邱长老啊，我们真的没有事情要办了，您就快点带着那几个孩子回到宗门吧。真的没有事情了吗？我其实可以再等等的，宗门那边也不着急，要不先让那俩孩子结个婚再走吧，生个孩子养几年再走也没问题的。邱长老到底怎么了？你就直说吧。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我不小心啊，对，一不小心的把回宗门的路给忘了。是忘了，还是不分东南西北？我发誓，我绝对分得清东南西北。我发誓，你绝对分不清东南西北。玉长老，你来了。呵呵，我都不想搭理你。原位他跟他徒弟，我就带走了。请便。但我觉得贵宗有必要把认识方向这门课给提上日程。他们是前往宗门的贵族子弟，但他们的前往方式却不那么贵族。等等我呀，等等我呀，我还没上车呢。那个不用担心，邱长老身体硬朗着呢，跑1年都没事。我的意思是，为什么咱们宗门的交通工具是3轮车？还有为什么3轮车要用马了？长老，这件事我能说吗？你敢说我就揍你！玉随长老网恋被骗了，他的极品非洲跟600万灵石的存款全被骗走了。说了多少次了，我那是对我未来丈夫的投资，只是现在时候还没到返现的时候。师兄，咱们这个世界该有网恋这个词的概念吗？这是系统面板，是每个弟子入宗的时候都会发放的法器。本来是弟子与宗门直接互相申请发布任务的东西，但不知道是哪个鬼才把任务栏当成了聊天框，就导致了各种匿名的土味情话在里面狂飙。玉随长老就是当时的最大受害人。原来是这样吗？少主，你压着我了。乌巢、洛西，你怎么在这？我加入宗门了，你不是应该退休娶妻了吗？少主，咱哥俩谁跟谁啊？小时候穿同一条裤衩的交情，你难道忘了吗？好吧，你开心就行。不过你以后既然已经不是我的护卫了，那就不用什么事都冲前面了。你小子也该找女朋友了。要不少主你变成女生跟我处吧？看不出来啊，挺招人喜欢啊。看看我啊，看看我，请好好的看看我啊。你小子给我说清楚啊，不要让你嫂子误会啊。贵圈真乱啊！你凭什么不让我报名你们宗门？1500岁的上界宗主来参加天宫院的幼儿组，您是一点脸都不要了吗？如果您想要我们宗门的这种系统，我们可以送给您的，真没必要参加完拿完系统后就退宗再来一次的。你这家伙真令我恶心！只有靠自己双手得来的财富，才是真正的财富，而像那种不劳而获得到的财富，我莫意不需要。8000个系统面板外加自动送货上门。这是收货地址。
看来这里便是那天宫院的招收大厅了。那谁来着兄？有信心拿下这新生大比的第一，令所有人刮目相看吗？明兄放心，同代之间我罕有敌手，这次大比的前3一定是我们拿下的。可我听说这次新生大比很特殊，不仅是因为4圣兽圣地的圣子圣女都来了，而且还有2位不知道姓名的家伙直接被破格进入宗门。你们真的打得过吗？不用担心，同代除了某个数值怪我谁都打得过。他明明是不用测试便能进入宗门的关系户，但为了更好能认识自己的实力，却要强行参加入宗测试。你说你测这东西干嘛？你都已经是我徒弟了，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跟你未婚妻培养感情，懂吗？师傅，我从小就是被娇生惯养的，每次跟家族里的人切磋，他们都碍于我爹的面子装作打不过我，这让我很是苦恼。所以我想借着这次的机会试试我的实力有多少，也能让你以后少操心，不是？原来如此，没想到你小年纪居然如此有上进心，我真的太感动了。虽然更大的原因是觉得这个便宜师傅不靠谱，想看看拿下测试第1能不能自己选一个靠谱的师傅。可是少主，你除了刚出生那5年没被家主抽，剩下的全是以每天2个时辰的抽鞭子时长长大的，这真的是娇生惯养吗？请问你们是要来报名新生测试的吗？是的，我俩报名男子组测试。好的，这边请刷下姓名给您登记一下，还有微信提示，测试完后的比赛环节是不分男女组哦，所以请做好准备。那个朋友，你身上怎么会有我同族的气息？你是？白虎圣地圣子池天。那个2位，请把名字告诉我一下哦，这边要给你们登记呢。我叫洛西，他是我少主，叫素千阳。素千阳，好熟悉的名字，怎么跟我那个5000多岁姑曾祖母的儿子名字一样？那个不好意思哈，这边显示洛西登记成功，但素千阳显示不允许参加测试与之后的新生大比，而且显示这边您已经成为了亲传弟子，所以没必要参加的。但如果你非要参加，可以改个名字重新上报的。乌巢，这对吗？改个名就可以重新申请，那万一有邪修潜入进来搞事不炸了吗？邪修卧底进来，该头疼的也是宗主，又不是我，所以我推荐你使用这款各大邪修魔修都在使用的身形改变道具，可以改变样貌、声音与性别，非仙王强者不可察觉。现在购买只需要8888块零食。那个师傅，我问一下，咱们宗主是正经宗门吗？如果不算全宗上下有80%的邪修跟魔道卧底，还有宗主喜欢带领男弟子女装这件事的话，那咱们确实算正经宗门。我现在回家还来得及吗？洛西，你在干嘛？我想看看少主能变成什么样子。不参加了，走吧。哎，不对，他们是不是没给零食啊？请问是要来报名吗？请把姓名说一下，这边给你登记一下。苏百音，把自己的音体喊来，不仅能参加测试，还能省下8000零食。我素千阳真是天才。这边给你报名好了，请把刚才从我这拿的法器零食支付一下。还有你的气息也没改变，建议把法器功率调高。乌巢，这能认出来啊？这是跨越时代的入宗测试，男弟子通过击打测试杯来知晓资质，而女弟子则是通过击打宗主来测试实力。话我也不多说了，男弟子就直接测就行，女弟子这边注意啊，请务必用全力抽我的脸，不然测不准我又会爽一下啊！不是，你们又浪费时间了。怎么感觉这个宗门比我想的还要不正经？看来宗主对今天最后一批的新弟子很是重视啊。可不是吗？女装都没穿。我事先声明啊，我不穿女装来是因为怕被当成变态。瞧你这话说的，跟你不穿女装就不是变态一样。那个前面一身黑的女孩来测。
好的。沃西，你小子怎么在这？不当你家少主护卫了吗？你这个抛弃了我与玲姐的坏人，不要跟我说话！小家伙，记得用全力哦！年轻的宗主哦，欢迎来到天堂，我是耶稣的兄弟教唆。那个刚才你们也听到了啊，是他让我用全力抽的，不怪我。那个宗主好像有点死了，咱们还要测吗？我突然觉得这个宗门也不是非加入不可，要不咱们回家吧。沃西，实话告诉我，这家伙是不是宿前阳？你测试测傻了吗？我家少主跟我一样是带把的，不是带球的。兄弟们，宗主好像没了，现在怎么办？我这有把宗门宝库的钥匙。巧了吗？不是，我这刚好有张宗门宝库的地图。如何正确的用丹炉炸开宗门宝库？那天过后，修仙界出现了一个比黄金铁三角更权威的组合——白金四边形。小姑娘，你这巴掌可不轻哦，直接给宗主生命线给干开线的。要不这样吧，你把宗主送到玉髓长老那里，让玉髓长老看看能不能救活。哎，不是宗主那老家伙怎么还不来啊？都2时辰了，测试也该测完了。哎呀，不用那么紧张的，咱们宗主其实很和善的。你看你未婚妻都没你这么紧张，果然还是小孩子啊，没经历过什么事情，把害怕都写脸上了。我不知道宗主以前和善成啥样，反正现在是和善的都不会说话了。看来今晚要爬千阳哥哥的被窝，来锻炼一下他的心理素质了。玉髓长老，太好了，宗主被人一巴掌拍死了。你跟他到底有多大仇啊？被拍死，你说太好了。眼前这家伙只是不小心拍死了宗主，就被带到了太上长老面前接受审问。小朋友，你好，请问我们的宗主是不是被你给拍死的？乌巢，这长老的口音听着不像本地人啊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安波里波波，看得出来是他，没事并不成。老爷，你也可以叫我李二狗。那么小朋友，你现在能不能告诉我，我们的宗主到底是不是你拍死的？现在怎么办？虽然他们宗主弱得离奇，但这个太上长老看着就不好惹，要跪下道歉吗？ What is love? Baby, don't hurt me. Don't hurt me no more. 别玩了，宗主都没了。为什么这小子头上一个包没有？我的手肿着这样。这长老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没想到他们居然来了，看来时间不能再拖了，不然一会儿人全来了就麻烦了。虽然你拍死了我们宗主，但那又怎样？记得你们东方修仙世界有句古话，叫做拍死他就不能拍死我喽。所以少的这边给您下跪了，能不能不要迁怒于宗门内的别人？太上长老得给别人跪下了。我乌巢，他怎么就跪了？我都准备放弃那个身体了，他怎么就跪了？那个，我可是拍死了你们宗主了，你难道不应该跟我势不两立吗？瞧你这话说的，怎么可以让死去的人来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？你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。不对，话题扯远了，现在怎么搞得跟我是来寻仇的一样？哎呀，您怎么可能是来寻仇的呢？我们宗主明明是穿着招的时候，不小心被内裤线绊倒摔死的。你是察觉到我们宗主出意外前来帮忙的。师傅，咱太上长老一直这么无耻吗？什么话这是？我这是被大佬的人格魅力给征服了。大佬，话不多说，我这就带您去宗门宝库里搜刮您的战利品。不用去了，宗门宝库里全是宗主的女装，里面甚至还有几百种可插拔的动物尾巴，里面甚至还有几百颗他穿女装的留影石。你实话告诉我，这家伙是怎么当上宗主的？
哎呀，小伙子，别伤心，不就是小玩具被发现了吗？这不还没到人尽皆知的地步吗？不过好在我们把宗主的女装尾巴、留影石什么的都卖了出去，多少也赚了点零食。好吧，当我没说。眼前这个宗主有多惨，自己被弟子拍死了不说，收藏起来的小玩具更是被拿出去卖，直接留名千古。为什么？我这一生明明没干什么缺德事，只是爱带领宗门男弟子女装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哎呀，小伙子别难受了，虽然上辈子彻底废了，但你还有下辈子啊，我可以满足你几个条件，让你重活一世的。带着记忆重生也没问题嘛。那种愿望小意思了，来吧，说出你的愿望。那我下辈子要变成1.8米前凸后翘，白发红瞳，地罩杯，家庭美满，修炼天赋极高，出生自带108块至尊骨，重瞳，再加几百个绝对忠诚我的先帝护卫，什么签到系统啊，摆烂系统啊，戒指老爷爷啊，充值返利系统啊，魅力系统啊，小绿瓶啊，他画自在大法，分解啊，七龙珠啊，阿拉丁神灯啊，尼卡果实啊，九喇嘛，须佐能乎啊，非洲之心啊，有脱手抓的白面具啊，纯粹补丁啊，斩月刀啊，秋月爱丽啊，什么的都给我整上。女娲的，那我当许愿池呢，只能让你选一个。嗨，看你扣的，刚才说满足我几个条件，现在看来你也不行啊。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挑一个1.8米白发红瞳，前凸后翘地罩杯的御姐了。你是说宗主穿女装的时候被内裤线绊倒摔死了？现在正是我们这些卧底的好机会。没错，因我2个宗门全部的人来卧底，就是等着这个机会。现在机会来了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联手，一起掀翻天宫院。你呀就没发现哪里不对吗？一宗宗主被内裤线绊倒摔死了，他要是这么容易死，我们还卧底个球球啊！我就知道你不信，此物乃是宗主女装留影石，我以高价购得，而这个东西能流出来，不就是证明宗主已经没了吗？你敢不敢把留影石里的内容放出来？想看自己买，既然你不愿意一起造反，那我就去找别的宗门卧底。那个你们在讨论造反，能不能小点声哦？我还要在隔壁睡觉呢。不过宗主确实没了，你们造反要尽快哦。那个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下次我们造反尽量小点声。不对，宗主真没了，真的是被内裤线绊倒摔死的吗？谁知道怎么没的，反正是没了。不聊了，回去睡觉呢。如果宗主真没了，那我真的要造反吗？可是最近我推又出新周边了，他们是要秘密进攻正道的卧底邪修，但他们的行为却不怎么秘密。你们邪修卧底就来了你一个人吗？老板，来点不要钱的花生米，再来杯不要钱的奶茶。嘿，不是你就点1杯啊。少废话，你们宗门不跟我们一样全来卧底了吗？为什么就来你一个？别提了，我不过是把宗主的女装照转发到我们邪修相亲相爱一家人里，他们就把我踢了，去冰雪的粉丝见面会也不叫我。话说，你们魔修不也全部来卧底了吗？怎么就你一个？咱俩差不多，我是没转发宗主女装照被踢了。人生啊，怎么办？现在还要造反吗？哎，回去吧，没有一个弟子愿意跟随我们，还造反个毛啊！密码的宗主让我们造反，他跑那去了。不到啊，他总不能造反跑人家面前说自己要造反吧？不能吧？不能，对慢。来啦，这里有一个算一个，全给我抓了！密码的宗主，别让我逮到你，逮到你准备你好果子吃。徒弟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一股哈夫必讨光的样子？
师傅，你不觉得应该教我点什么吗？比如本门功法练单练气什么的。现在我整天大屁股挨着小屁股往这一坐，跟个望夫石似的，就不能教我点东西或者让我干点什么是吗？你学我爹一天抽我几个时辰也行啊。那我也得会才能教你啊，我自己都还没学会呢。啥也不会，那您整天都在干什么？上午偷吃几颗玉长老的灵草，周五去玉兽峰抓几只兽顿顿，下午以前是偷点宗主女装拿去卖，现在还没想好。不是，师傅，您是怎么当上长老的？不到啊，打我记事起，他们就告诉我是长老，很牛逼的，但啥也不教我，就让我整天吃吃喝喝睡睡，也没人管我。乌巢，这对吗？这是长老吗？这不纯养了个吉祥物吗？敢问师傅今年贵庚啊？什么境界啊？不开玩笑哦，比你小1岁，境界没有，还没人教过我。您老别开玩笑了，您怎么可能比我小1岁呢？还没有境界呢。你看说了又不信，你都白问。不过你如果真想有事情做的话，那就跟我去玉长老那薅几颗灵草吧，真挺好吃的。感觉这样很没素质啊，所以咱们什么时候去？我要不要再带几个人？你去喊你的小女友跟护卫，我去喊除了玉长老外的所有人。他是新来的灵药看守弟子，曾经一直不理解牌子上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而今天他终于知道了。师傅，这上面写着你跟狗不得入内啊。我知道，我这不把狗也带来吗？还有你快点啊，一会叫的人来了，好东西就没了。哦，好的。玉髓长老一个坏消息跟另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我不可能告诉你们任何事情。哟呵，还嘴硬呢，给我把电压提升到元印度雷劫的强度。哈哈哈，在美人姬出来之前，我们是不会告诉你们任何事情的。只要能撑到美人计，只要我们能到达那个时刻，我们所遭受的劫难就会有回报。哈，好兄弟们有骨气，不就是元婴雷劫的强度吗？实话告诉你们，就算成仙劫的强度，我们也不惧。成仙劫是吧？满足你们。玉髓长老，你有在听吗？刚听到你说2个坏消息，怎么回事？没啥，就是你的灵药源被耗秃了。这下看来够吃一阵子了。所以你自己都挖完了，还叫我们来干嘛？背锅啊！如果我跟我徒弟2个人来被玉髓知道了，我们会被吊在房梁上抽成陀螺的。等一群人来，他会抽到手软，从而没有力气抽我们。嗨，我就知道。我希望在我把你抽成陀螺之前，最好给我个解释。是这样，你过来一下。长老，喊我过来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问一下，还是我们宗主的那位是你的另一个身体吧？哥们，喊你过来没别的事，就是能不能把你爹苏引喊来。现在宗主没了，我在研究新型系统，没空管宗门，让你爹那个宗主师兄来顶2天。不去，谁拍死师弟的，你让谁当，我不当，也别说什么好处。师傅，你知道我以前叛出宗门是因为什么？哎呀，不就是你师弟那桩当了你的初恋吗？不是没人知道吗？啥？爹，你的初恋不是娘啊？别说哦。哎呦，原来这件事露姐不知道啊。徒弟，你也不想你初恋是男人这件事被你老婆知道吧？老东西，别忘了，你曾经被人在背后捅了一下，不是用刀。这件事我到现在还给你瞒着，信不信我跟你报了？哈哈哈，不捞这件事，不捞这件事。哎，我们宗主是你儿子拍死的，你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吧？说法没有，拳法有，要不要？好，今天为师就跟你报了，大不了咱俩一起丢人。来啊，老东西，谁怕谁呀？这是一位严格遵守一夫一妻制的女子，一个丈夫，一个妻子。喊我过来干什么？先说好啊，不是要紧事，我扭头就走。照您这话说的，我哪次找您不是要紧事啊？你如果说的是你去合欢宗消费，结果被别的男人当成收费的这件事，那我还是劝你好好想想。哎呀，都说了当时是个意外。不对，这样了，今天找你们来，主要有2件事。
第一就是我们的宗主被你儿子拍死了，不过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丈夫苏颖，他的初恋是男人。这咋了？我初恋也是男人。不对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我说不是真的，你信吗？让我瞅瞅长什么样。这是他当时的画像。不是，这是男人，比我都大了，是男人啊。哎，我当时也是众多师兄弟中的受害者之一啊。那你现在还留着这幅画像，是不是对他还余情未了啊？不好。那你们宗主的事情呢？不展开说说吗？哎呀，不重要，大不了让苏千阳当新宗主嘛。对哦，千阳呢？那个囊，我就在这。小姑娘，打娃打多了吧？我们全家白毛，你个黑发的认我当娘，咋地想用乌鲁鲁堵桥拿我当消耗品啊？我就说吧，你本体不来，你娘不认你。师弟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一脸刀片服务器没有带出来的样子？师兄啊，我说如果宗主被我一巴掌拍死了，他们要我去当宗主，我是该逃呢，还是该留呢？我建议啊，你先来本禁书泄火，正好我这有几本触手题材的，你要吗？半价卖你。哎呀，再便宜点呗，都老顾客了。你能要点脸吗？你买书都没给过零食。哎呀，咱俩谁跟谁呢？都这么熟了，你送我几斤书也没啥事，反正又卖不出去。你能不能死一边去啊？哈，看我不爽啊，我偏不走。你信不信我把你老婆喊来？义父，错了，不要喊。这位是？好哈哈，终于聊到我了吗？本座乃莫弈，上界仙王强者。是啊，怕老头，怕到躲在下界的仙王强者，可真强啊！对哦，你仙王强者啊，要不你当我们宗主吧？切，你们宗门宗主狗都不干，凌晨1点开始处理宗门事务，处理到晚上11点中间还不让吃饭。废物，你怎么这点苦都吃不了？但我有办法让你们宗主复活。什么办法？说来听听。叫爸爸。没想到你这个仙王居然这么幼稚。那么爸爸，请说出我们的计划。眼前这群男人明明要去复活宗主，却一不小心走到了洗脚圣地。孩子，这就是你说的复活宗主的计划。哼哼，伟大的肯尼迪曾经说过，一个完美的计划需要一个脑洞大开的想法，所以我便来到了这里。说人话。我把复活你们宗主条件之一的人约到了这里，顺带洗一下脚。跟着这群人真的能复活宗主吗？怎么感觉跟自己掉进了贼窝一样？大哥，我要加2个钟。嘿，二弟，大哥给你加4个。师兄啊，你确定这俩是来复活宗主的吗？给我加6个钟。你要加几个？我在外面等你们就行了。我不用。哎呀，小伙子，害羞啥呢？哥请客，给你加10个都没问题。那啥，哥啊，不是大姐啊，我还有个未婚妻呢，真的不能这样乱搞啊。哎呀，小伙子，这怕啥啊？你就是太怂了。实话告诉你，你哥我啊，在家从来都是老大，你嫂子甚至都不敢跟我大声说话，甚至我说我要出去洗脚，他还要双手奉上，临时跪着送我去洗脚。那个大哥，我好像看到嫂子了。哈哈哈，二弟不说你嫂子不可能在这，就算在这了，我也得让他给我跪下来唱真。这件事我们晚上再说。二弟，哥威速救！我记得陈素还在满世界找一个叫梦忆的小家伙，不知道被他找到后会发生什么呢？哎呀，姐瞧您这话说的，这蓝毛谁啊？我一点都不熟，您才是我亲姐。还有你个蓝毛女人，谁跟你是哥们啊？少跟我套近乎，还不赶紧给我姐跪下道歉！说说吧，你们3个老东西跟一个小家伙混在一起要干嘛？要把他们宗主复活。姐，您老公不是别的世界的前任天道吗？我寻思着他应该有办法的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不是为了洗脚才躲着我的？天地可见啊，我对你真的是一心一意啊！洗脚是真的洗脚，是真的只洗脚啊！所以大哥，有没有办法复活他们宗主？
切，现在知道喊我大哥了。刚才跟你嫂子一伙的时候，不还不认识我吗？哎，大哥，你夫妻俩闹矛盾，床头吵架床尾和的，我不是呀。要让我家那位知道我在那，我丢的可真是命啊！本来我都解除诅咒，可以变回男人了，现在因为那件事，我还是得变成女人在这躲。行了行了，复活他们宗主有办法，你们去找一把荒仙骨器，顺带找一棵叫3000花的草，还有就是把他们宗主的魂给整来，给我就成。啥？我们还要自己去找天才地宝啊？你不是前任天道吗？怎么这么穷啊？我说一句啊，我是来这个世界旅游度假的，不是这个世界的前任天道，懂了吗？他们是复活宗主小分队，虽然看着是3女2男，但其实是4男1无性。谁能告诉我一下旁白的话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就字面意思呗。我是另一个世界的前任天道。可男可女，大部分情况下是男的。你啊，不是啊。这短短的几句话，仿佛电熨斗熨平床单一样，熨平了素千阳大脑皮层的褶皱。等会儿，你说你是另一个世界的天道，还有另一个世界吗？我说明一下啊，我是前任天道，我已经被迫退休了。怎么退休的你别问，悠人。哈哈，小伙子，虽然你可能不信，但在场的5个人，除了你，其实都来自不同的3个世界。乌巢来自3个不同世界的域外天魔，俺们世界也媚宿命谷啊。不对，3个世界，师兄你也不是本地人啊。瞧你这话说的，咱太上长老那口音不比我更不像本地人。确实，咱太上长老那口音确实不像本地人。不过你们来我们世界，难道那些强者什么的没察觉吗？天道什么的就放任你们进来了吗？不会被你们全杀完了吧？先说好哦，杀了他们那些就不能杀我跟我的家人了哦。哎呀，小家伙别紧张嘛，我们也只是群普通人。不是，你们管你们叫普通人，一个前任天道，一个天道老头，一个仙王强者，那你们可太普通了。哎，师弟，我呢？你个卖黄书的确实普通。小家伙真别担心了，虽然我们都是不同世界的人，但是属于同一个上界，我们就是从上界下来的，你们的天道还挺欢迎。那个大佬们，我再问几句，让我死也死个明白好吗？这到底有几个世界？算上你们这个世界，暂时有7个，以后可能会更多。至于为什么以后会更多，如果你遇到了一个叫云尘烟的家伙，可以跟他聊聊，他知道一些细节。卖黄书怎么了？瞧不起卖黄书的，信不信我把你写成黄书被牛的男主？看什么看？再看我，全把你们写进书里。要不还是聊聊复活你们宗主的事吧。可咱也不知道3000话跟那个叫荒仙骨气的在哪找啊？这不简单吗？让你师兄写一本3000花题材的黄书不就行了？啥意思？难道师兄知道那种东西在哪吗？他大概不知道，但他那个世界的功法极其抽象，只要给一个关键词写书，他就能100%写出与那个词相关的内容信息什么的。不过前提是一定要是黄书。是啊，但相对的，能学会这个功法的写出来的书完全不黄，反倒是书的内容会让人怀疑这家伙确实是人类吗？看过180加禁书的都知道，这玩意的内容不仅极其抽象，而且还能找到灵药。那个书我写完了，你们要看吗？这次书里的字，如果不会排列成语解大汉脚，我就看。那你们2位呢？别问我，我眼睛肾虚了，看不了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就都别活了，我讲给你们听啊！靠，快阻止他，这家伙又要开始排列中文了。不就是本书吗？这能有多抽象啊？我来看吧。此时的素千阳还不知道，接下来这本书所排列的图案将令他终身难忘。3000花设定集第1章，于姐跟她的7个小矮棚。我突然觉得宗主也不是非救不可，要不咱们各回各家各找个妈吧？你什么意思？哥们写的书难道就那么不堪吗？我把莫一脑袋掰下来，插他腚里都想不出这个标题，你呀还写成了一本书，很难怀疑到底是功法害了你，还是限制了你。
杀我吗？事已至此，先吃饭吧。你来找我干什么？谁说好哦？你当宗主是你娘同意的，如果你要反悔，我就跟你娘打扫报告。长老啊，您也是有几千岁的人了吧？怎么还跟小朋友一样告家长呢？废话，我要是打得过你，我还用得着告家长？谁知道你们这么弱啊！我家旺财都能抗我一拳，你们这些太上长老加起来都扛不住一拳。这个天还能不能聊？不能聊就让我滚！哎，别走吧，别走吧，开玩笑的，刚才开玩笑的。我就说嘛，我们几个加起来，怎么可能没一只狗强？我家旺财没那么弱。你妈的，你到底要干啥？长老听没听过一株叫3000花的草？北方已尽，金山之下，他们的宗门之宝，你找那玩意干什么？我想复活宗主，那东西是必需品。哦，那你们记得把玉髓长老喊过去啊！玉髓长老跟玉净山的宗主关系贼好。不过你们不能让玉长老用现在的样子去，得让他知道伪装再带过去，不然他们不认识。好的，我去找玉髓长老问问。话说长老，你怎么听到去复活老宗主，一点也不惊讶啊？惊讶？怎么不惊讶啊？没看我都惊讶到红我了吗？你确定你不是听到自己没狗强红温的？这是一位有2副面孔的女子，一个下巴尖尖，囊死对面；一个脑袋圆圆，疮死对面。哎，我这又干什么？先说好啊，灵草没了，瑶池去别的地方。冒昧问一句啊，你是玉髓长老吗？那假如你是的话，这个下巴尖尖女士又是谁？她是我种出来的草葵，平时我都是在草葵里面待着。所以玉髓长老你其实是个钢铁侠嘛？不对，钢草侠。我还本草纲目侠嘞，你来找我到底要干什么？想请你跟我们去一趟雨镜山。不去，是太上长老那家伙说的，我跟雨镜山的宗主关系很好。虽然不知道你们要干什么，但是我不去。哎，真的不去吗？可是我这里正好有本命的黑料使啊！哈哈哈，我玉髓一生光明磊落，也就种种菜松松土，没有什么黑料。你那本怕不是胡诌起来的。玉髓8600岁，共相亲48万次。等会儿多少？不是，您才8000多岁就相亲了48万次，您是有多想找个对象啊？我不对，48瓦次是条狗都能找到对象了吧？我能怎么办啊？整48瓦次，没遇到一个喜欢我这种类型的。每次知道自己相亲对象是个跟小孩一样的人，全都扭头走了。甚至我师妹的女儿都到了快结婚的时候了，我这个老阿姨还没有人看中。就算彩条瓜48万次也得挣1块吧，我这全是扭头就走。这是被谁做绝了吧？48瓦次没遇到一个。那个玉髓长老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带我们去雨镜山，事后我给你找个不会拒绝你的相亲对象。真的？那咱现在就走。看来玉髓长老真的很想要对象啊，本来还想如果不答应直接拿48瓦相亲，不成功传遍世界来威胁他呢，现在看来不用了。那个玉髓长老，等一下啊，我这还有几个一起要去的。你说的那群人是他们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嗨，玉髓师姐。哟，玉髓大姐，还没相亲成功呢，我儿子都找到对象了。什么鬼啊？原来他们都认识啊？何止认识啊！玉髓跟穆成然与那个雨镜山宗主是师姐妹，只不过玉髓长老比他们提前好几年来到这个世界。那师兄，你有没有什么隐藏人脉，提前跟我说说，不然到时候又让我水一起。哥们是魔君，哥们不需要人脉。有皇叔重造大汉的魔君吗？人家还有二爷跟义德，你只剩皇叔了。人都到齐了吧？那就去雨镜山找小雪吧。他明明是一宗宗主，全宗上下净空无一人。哦，不对，还有2个男人。师傅，
您那8600岁没对象的师姐，跟您那2500岁家庭美满的师妹来了。不过不用担心啊，他们来走亲戚的时候没提礼，我就让他们去买了点我爱吃爱玩的小东西。你这家伙在说什么啊？那个，我请问一下，咱们上期结尾不还在自己宗门里吗？怎么这集直接到别人宗门门口买礼品了？小朋友见识短了不是？假如现在我们在来的路上，八成已经接了什么落魄圣女啊、家族炼丹啊什么的杂七杂八的支线任务，那咱们救宗主这件事是不是就搁置了？那万一路上遇到了个喜欢玉髓长老人呢？那还等什么？重走我们的来时路吧。话说，你们看到木仪那小子了吗？500年了，你终于想起我了。哈哈哈，小朋友，认错人了吧？我不认识你哎。老天爷啊，我寻思脱离队伍洗个脚呢，团购50个钟都点了，怎么是众生相这家伙开的店啊？不可能，我不可能认错，你就是莫弈。自从玄冰路被毁，我们几个兵器被崩到各个世界，经历了500年，你终于想起我来找我了。老天爷啊，把他领走吧！我不想再变成洗脸没有洗脸池高吃饭要站在凳子上吃的小妹妹了。你说话啊，理理我啊！我能请你洗脚的，不要不搭理啊！加60个钟。偷摸洗脚不喊兄弟几个意思？这小姑娘是你闺女啊？也不对啊，你闺女不是子帆吗？她叫众生相，我的武器化形，不是我家秋雨。好像是听过你说你有武器来着。记得有15把，不会全化形成这样的小孩吧？几个意思呀？以为哥们是喜欢这种小朋友的吗？哥们只对我家陈素跟洗脚情有独钟，好吧？先说好啊，不能再把我变成跟你这样的小朋友样子了。小师烟，有空吗？帮姐姐找几个人。好的，大姐。师烟，大姐。雨冰雪。刘皇叔，你怎么在这？魔君不到了吗？少贫嘴，你俩认识吗？你说小师爷吗？认识啊，这小姑娘也是可怜，主人抛弃她都500年了，还在找。对了，记得帮这小家伙找找他那出生主人啊，老娘把他第3条腿卸了。莫仪啊，你知道的，哥们我啊最有同情心了。假如我知道了小石烟的主人在哪，你猜我会说吗？不成漠然你个畜生，难道忘了我请你洗了几年的脚了吗？哪个雨冰雪啊？亲爱的父亲，请你洗1000年的脚，不要说好吗？1500。成交。哎呀，好奇怪啊，我的嘴怎么不听使唤了？好想爆出点小食烟主人的信息啊！她们是被自己师傅做局的师姐妹，一个相亲48万次没找到对象，一个开宗4800年没收到弟子。那个师姐，商量个事呗，把你们宗门弟子卖我点呗。我还想让你卖我点相亲对象呢，你怎么还找我要起人了？师兄啊，他们2位是不是正在进行某些违法交易啊？哎呀，师弟放心了，这只是一位大龄圣女跟她那没有教师资格证的师妹互相口嗨罢了。他俩但凡有点人脉，还会单身几千年跟收不到弟子吗？哎，过分了哦！我身为我师傅的徒弟，得说2句啊。师妹，看来你收了个好徒弟啊。师姐，一会儿请务必给我这个出生徒弟疗伤啊。阁下高见，不过先说好啊，你要是给你师傅找补，我就给你写到皇书里。想用这种事情来威胁我吗？真有趣。那么现在我们来聊聊我师傅这个没脑子的事，怎么在晚上看动作片把眼睛看瞎的吧。哟，学会骗师姐了。上次不是跟我说是跟妖尊打架被伤到的吗？师姐，看视频要节制啊！你看咱大师姐比你年长几千岁，都没饥渴到那个地步。细节我不想知道，但片名可否告知在下？青春胡辣汤少年不会爱上老北京斗之少女。好久不见啊，2位乖徒弟。师傅，您老怎么在这？师姐怎么样？师妹送你的惊喜，把师傅他老人家喊来了。师兄，那辈子发漂亮大姐姐是谁啊？虽然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，但看他们的表情，嘴甜点准没错。那个孩子，你师奶现在还随便嘎人蛋吗？什么话？这是我师奶完美无比，先帝大能，那不是嘎丹，那是先帝的恩赐。
哎呀，都那么紧张干嘛？我难道是什么很恐怖的人吗？师兄，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啊？能不能跟我讲讲现在什么情况啊？那个，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过我家小莫啊？哈哈，陈素也来了，看来咱们的先王莫弈大人惨了。所以到底有没有人告诉我现在什么情况啊？感觉新来的2位姐姐都很和善啊。哎呀，小弟弟嘴真甜，搞得姐姐都不好意思把你绝育后变成妹子了。师兄，他在说什么啊？我怎么感觉他不是在开玩笑啊？哈哈哈，孩子，准备好接瑞通仙帝2号的制裁吧。那个老师，小莫好像不在这里，要不咱们走吧？你这样子挺吓人的。嘿嘿，兄弟们，我俩洗脚回来了，咱们什么时候去找雨冰雪要3000花啊？哇哦，莫弈，快看，比老婆爱。哈哈，大哥开玩笑的吧？我家陈素怎么可能在这？他们是对夫妻，曾经却是对师徒，但跟冲师逆徒不同，他们是冲徒逆师。小莫，终于找到你了，怎么好好的离家出走干嘛？是啊，为什么呢？小莫，快看，这是我给你买的万年枸杞精华，里面还有几个龙根、虎根、鹿根，还有一堆大补之物。爹，保重，来年清明我会看你的，我就先去秋雨那，不妨碍你们老2口恩爱了。儿子，求你了，别走，只要你不走，以后咱俩你管我叫爹，我管你叫哥。滚蛋！现在知道攀关系了，你俩不分场合时间吃嘴子的时候，也没见你把我当儿子啊。那个小莫，该吃药了。是啊，我为什么会离家出走呢？好奇怪啊！哈哈哈，看来咱们的莫弈大人以后就断绝洗脚了。嘿，2位，我师傅喊你们过去。终于要开始办正事了吗？2位，我听我师姐说，你们要拿我做秘宝复活你们宗主。你知道3000花对我们的意义有多么重大吗？你就想要？哎，朋友，实话告诉你啊，3000花是我师傅的童养夫，你想要的话估计够呛。但如果你可以给我500灵石呢，那我就可以大义灭亲，把我未来的师爹给送你。那你师傅未来的幸福怎么办？瞧您这话说的，好像给3000花养大就会喜欢上我师傅这个老女人一样。更何况现在都没化形，甚至没有灵智，还不如换几百灵石实在。你说是吧，师傅？您老都没人要几千年了，怎么会觉得你养一个灵草会养成丈夫，而不是儿子呢？你这样说，你师傅真的好吗？放心，我师傅比较大度，他晚上偷偷的在被窝里哭一会儿，然后自己哄哄自己就好了。那个前辈啊，3000花什么的我就不用了，我再去找别的能复活的办法。就打扰了，抱歉。哎，朋友别介啊，打折现在100灵石就帮你把未来的师爹给整过了。抱歉哈，不用了，你师傅他都惨到把草当成童养父了，我真的开不了口药。那个等一下，前辈怎么了？3000花可以给你们，但你们要自己拿。朋友，我建议啊，你听我的，我能给你带出来。你如果答应我师傅的话，那守护3000花的那东西你打不过，没人能打得过。前辈怎么了？我要你们3天之内，3天之内给我找到一个1米88、白发红瞳、瘦耳逼罩杯的美女，在我们宗门当大师姐，和一位1米34、白发红瞳的小妹妹当二师姐。朋友，我问下，你师傅他性取向是什么？不好说。这是2位比较苦恼的男人，一位苦恼于怎么向老婆解释自己不需要再补身体了，另一位苦恼于怎么找到一位白发红瞳碧罩杯的御姐来做上门弟子。那个梦怡大哥，你老婆不都已经找来了吗？为什么还要保持你女生的样子啊？人到中年不得已啊，保温杯里泡枸杞呀，等你到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了。不过话说，雨冰雪给你开的啥条件啊，让你这么愁眉苦脸的？也没啥，就是让我找一个跟你一样发色、一样眼瞳、一样大的女生，当然不是年纪啊，来给她当宗门大师姐。顺带还有一个你这样的蛋销2号的，差不多是XL 版的你来当宗门2师姐。你说这样的女生往哪找啊？是啊，要找到2个像哥一样天生丽质的女生，简直是下水道井盖摸心，根本摸不出来啊！
哎，不对，那这说的不就是我吗？你直说啊，整这管管绕绕的，哥直接帮你啊。我也想过，可是人家要的是御姐，大哥你真的御得起来吗？我每次看到你都想笑，你知道吗？呵呵，小伙子，虽然我御不起来，但我儿子可以啊。啥玩意？你儿子能御起来？嗨呀，虽然不说御不御吧，但起码看着没我招笑。那个哥啊，没必要的，没必要让你儿子来的。虽然我不知道你要干啥，但对你儿子绝对不是啥好事，所以没必要的哥。嗨呀，都哥们了，生孩子不就是拿来逗着玩的吗？虽然宿千阳听到这句话很震惊，那有父母会这样办的，但他忘了他爹比莫弈干得更绝。你俩隔着干啥呢？是不是在商量去哪洗脚不带我？那能啊，你是请客的，我是掏零食的，咱俩洗脚双雄少了哪个都洗不了啊。废物逆子来电话了，废物逆子来电话了。嘿，刚想找个理由让这小子来的，没想到自己送上门了。喂，爸，谈对象了，没零食了，爆点。啥玩意？一张口就是要零食，你以前不还跟我客气客气的吗？我跟你客气个屁啊！你想不想抱孙子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妈是很想抱孙子的。如果因为你不给我零食，导致我妈没孙子抱，那你就走着瞧吧。哈，真分不清大小王了是吧？我今天就不给你转零食了，我看你能咋样？是华讯吗？叔的系统号你还记着是吧？你爹不给你转，叔给转。嘿，不是，大哥，你啥意思啊？谈对象是正事，你就别意气用事了，苦谁不能苦孩子啊？我操，爹，落雨叔，你以后就是我亲爹，等我结婚的时候，一定会给你包个大红包的。哎呀，算了，儿子，我把坐标发你了，一会儿来我这一趟，有重要的事。大哥，走去洗脚吧，我请客。好的，生物爹，等我跟天然结婚后，你一定要把我亲爹喊来啊。天然，好熟悉的名字啊，跟我大女儿重名爱。这是一位女儿刚被黄毛拱了的父亲，但有趣的是，别人追他女儿的启动资金是他自己给的。靠，大哥，不就是我儿子拿着你的零食泡了你闺女吗？至于这么大的火气吗？你大爷，你大爷的莫意！我闺女，我亲闺女，你儿子拿我零食追我闺女，你大爷！哎，他们兄弟俩关系真好啊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银落雨大哥跟他老婆在一起的时间，比莫弈大哥年龄都1000多年了，那岂不是说？没错，天然比我爹还大几百岁，但那又怎样？真爱是不分年龄的。那个冒昧问一下，你们家的传统难道就是男生可以随意变成女生吗？没办法啊，我爹当时想体验下生儿育女的感觉，那时候我2个妹妹还没有苗头，只能整我了。不过我以后有儿子了，也得这样整整，毕竟儿子就是用来坑的嘛。合着不只是男变女，就连坑儿子也是家庭传统啊。好了，大家开始商量商量3000花的事情吧。那个莫弈大哥，你真的没事吗？哈哈哈，我怎么可能有事？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。一想到我儿子把我大哥的女儿给拱了，我就要忍不住轻哼起来了，哈哈哈。可是我在你右边啊，你往左边干什么？莫华胥，我让他们找一个白发红瞳的来当宗门大师姐，你爹怎么把你给叫来了？因为我帅吧。不过雨冰雪阿姨，你被谁打成这样了？你老不是上界下来的吗？谁能给你打成这样啊？还不是为了给他们把3000花拿出来，被守护3000花的玩意给打成这样了。不过我还算好的，我师傅师妹师姐还有刘皇叔全被打了个半死。要是500年前或者500年后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啥玩意？师兄被打了个半死？不对，前辈你师傅不是先帝吗？怎么也会在下界被揍？那这就不得不提守护3000花的那玩意的机制了，可以复制一位1000年内的最强者的全部实力，直至新的最强者出现，持续1000年。那也不对吧？就算复制的是前辈的师傅，也不至于全员被打个半死啊。没那么弱，要不是被复制的那位来了，我们现在就记了。不会是那位打通7个世界的人吧？好啦，结束这个话题，你们给我找的宗门2师姐呢？快点整完，我好去疗伤了。宗门2师姐就是叉 L 版的你。叉 L 版的我，按理来说我应该把我2妹妹喊来，但我觉得这个2师姐有更合适的人选。
我怎么有种不好的感觉？朋友，怎么了？想不想听我爹奶声奶气的说咱们两个有病？啥玩意？这是对可以改变自己性别的父子，也是对刚加入宗门的师姐妹，儿子当师姐，父亲当师妹。不是你们有毛病啊！我好不容易摆脱这个样子的，你们有毛病啊！怎么样，朋友？我爹变成这样子后好玩吧？你不问问你爹的意见就把你爹变成这样，真的好吗？我感觉莫弈大哥快掉小珍珠了。啥玩意？我爹的意见很重要嘛？他掉小珍珠又不是我掉小珍珠，我看着高兴不就行了吗？哎，你们家庭关系真好，一家子神人。他们一家到底在哪认识的？你个混蛋！我是你爹啊，亲爹啊！你这样对我，这时候想起来是我亲爹了。当年你把我变成女生丢合欢宗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起我是你亲儿子呢？前辈啊，冒昧问一句，你让他们当大师姐二师姐的，真的没问题吗？不觉得他们会把你们宗门风气带歪吗？让他们当大师姐二师姐，是为了让他们穿着女仆装在宗门门口招收新弟子，又不是让他们教学，没问题的。三千花，我放这个戒指里了，还有你师兄给你的留言和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。不是，我们跟我师兄疗伤的地方就隔了一堵墙吧，有必要留言吗？准确来说，这是遗言，是去拿三千花钱看到守护兽之后录下的遗言。你师兄现在还没醒呢。师弟，我不确定你看到这段留言的时候我死没死。如果我死了，请务必把我系统浏览器里的浏览记录给删除。他有毛病吗？遗言就是这个。别急嘛，继续听。不过他的浏览记录我确实给他删完了。如果我没死的话，那就不用删了，我晚上还要看呢。那个，你知道格式化的系统怎么恢复吗？啥？你不就只是删了浏览记录吗？我不寻思着删浏览记录麻烦嘛，直接格式化后还能当二手系统卖。当然了，师弟，师兄我还是很贴心的，万一你只看了开头就把我浏览记录删了也没事，哥还有软件能看的。你格式化之前备份了吗？好了，当我没问。剩下还有2件事，一是复活宗主的下一个物品在魔界，这地方莫已知道地方；第二就是哥们几个就不能陪你去魔界闹腾了，不要想哥写的书。我还以为第2件事是他要让我去魔界宣传他写的书呢。这你别想了，他写的书比邪修都邪门，你拿去宣传，怕不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烤死耶稣？不过你接下来要干嘛？直接带着莫一去魔界吗？虽然我没去过，但里面应该挺危险的。我准备先回家一趟，都出来挺多天了，也没给家里报个平安，顺带看一下灵儿。女朋友？未婚妻。真的只是顺带看一下吗？这是一位没有被绿但胜似被绿的男人，只因他的老婆跟小妾关系好到他像第三者。露露姐，商量个事呗，咱俩把他给休了，然后你跟我回皇宫住呗。不行，黄宇，你个坏女人，现在挖墙脚都不避我了吗？不要忘了，你也是我正儿八经娶的妾。少拿这事压我，要不是千阳跟灵儿年龄太小，上面那群老家伙又想快点联姻，我会当你的妾。那你打我老婆主意干嘛？自打你来了，你知道族内的下人都说我是什么吗？哟，家主大人，你怎么还在这当阻挠夫人，跟女帝陛下在一起的第三者呢？神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她是我老婆，那个坏女人才是第三者，我不是。你看你急的，露露姐，你看啊，像这种一言不合就红温的，以后更年期脾气肯定暴躁，你要不还是考虑考虑跟我回皇宫住吧。你好了好了，都多大人了还跟个小孩子一样，我不会跟小雨儿去皇宫住的，安心了。这不能怪我啊，你看全族都说我是第三者了，我这个家主的面子还要不要了？这件事你得补偿我。得寸进尺。那要不咱们给千阳添个弟弟妹妹吧。哇哦，家主你怎么又红了？露西，你来是有什么事吗？启禀夫人，千阳少爷来信说他要回来了。什么？小千阳要回来了？是的，千阳少爷还说这次带了朋友回来。那他的那个朋友有没有说是男的还是女的？
哎呀，莫弈，别愁眉苦脸了，不就是变成吃饭要站在凳子上，洗脸要被老婆抱着洗脸的小孩吗？至于这么愁眉苦脸的吗？你大爷的，别说了，我难受。素千阳，怎么了，莫弈大哥？先说好啊，我家那块没洗脚店，不用问我。你什么意思？难道哥们在你眼里就那么爱洗脚吗？没有洗脚店，难道我就活不下去吗？那莫弈大哥，你想问什么？你家那块有没有足疗店？没有。把我变成这样还不让我洗脚，你们有毛病吧？你小子怎么没跟你爹一起去宿千阳呢？留在这里干啥？哎呀，其实也没啥，就是想问问未来的岳父，我跟天然的婚事。滚蛋！拿我零食追我闺女，还问我婚事，你是不是红豆吃多了？如果你想恶心我，那你成功了。没别的事，那你可以滚了，别逼我抽你。哎呀，别急嘛，有事有事。素千阳他的力量气息，您老觉不觉得有点熟悉啊？知道就别说了，素千阳跟你三妹一样，都是选出来的人，气息熟悉很正常。你妹现在不也在你们那个世界挑人选吗？哈，也对，我三妹人选挑完后，我们一家也算是能在上界团聚了。这是一位盼望着未婚夫回家的女子，可她未婚夫一回家就带来3个女人。为什么？当时不是说要出去闯闯吗？怎么闯出3个女人啊？千阳哥哥，你是去合欢宗闯的吗？等会儿，3个女人。不是大姐，你从哪来的？储物戒指。师兄留下的储物戒指，难道师兄表面上不仅是个皇叔大师，背后还是个人贩子吗？小朋友，你师兄在你眼里就那么的不堪吗？你是说一个男人卖皇书，从城东卖到城西，一本没卖出去不说，途中城管都不敢动他。现在他的储物戒指里冒出一个女人，你让我把他往好的地方去想吗？没遇到洗脚店的第一天想他。哎，你们说，咱们仨，一个女帝，一个家主，一个家主夫人，偷听自己孩子的墙角，会不会不太好啊？呵呵，我跟露露姐这叫关心孩子身心健康。只有是你在偷听，我劝你赶紧跟露露姐离婚，让她跟我回皇宫住。黄宇，你再这样说，你信不信我去鬼界把你死去的老公拉来，让他看看你是什么嘴脸？拉呗，反正你俩是结拜兄弟，我倒要看看你兄弟没了，你反手把兄弟的老婆娶到家当小妾，到时候你怎么办？好了，别吵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搞清楚千阳带回家的3个女人跟他什么关系。所以大姐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叫万玉，是你师兄的武器器灵，你师兄看着你没趁手的武器就让我来了。哎，可惜原来只是器灵嘛，我还以为千阳长大了，在外面有了一个老婆跟2孩子呢。话说你们有没有觉得灵儿的状态有点不太好啊？可能是最近天气有点热，火气有点大吧，感觉应该没问题的。要不把千阳叫上，咱们回家吧。哟呵，咱们的魔君大人几天没见，怎么穿上白丝了？有话说，有屁放，别逼我抽你。我听雨冰雪阿姨说，你把你的武器送人了。怎么穆天然还没追到手就想打我器灵的主意吗？叫声爸爸就满足你？滚蛋！你知道的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不就是问我为什么要把武器给师弟吗？我问你7个世界打通后，再想跨界传送最省时间最安全的方法是哪种？飞升上界，然后去到对应的传送阵再下界。那也不对啊，素千阳不还没到够飞升的境界吗？甚至也没给世界做出贡献，他怎么去上界啊？飞升上界这事你爹知道咋整？重要的是上界对素千阳这种人有限制，不掩盖气息什么的，就算能飞升也会被上界排斥。别忘了你三妹现在不还一直卡在你们世界上不去吗？所以你就把武器给他，让他掩盖气息。不过真的能掩盖完吗？放心，不动手的话，包能掩盖到他去到魔界。这是位喜欢遨游在知识海洋里的天道，然今日他最害怕的人悄无声息地摸到了他身边。有何看伤？这么入迷？这你都不知道？沐橙墨染限制级巨作《御姐公主与她的7个小矮款》。哈哈哈，大哥，您啥时候来的？咋不通知我一声呢？靠北了，这孙子怎么来了？上界天道审核下界天道不是50年一审核吗？现在也没到时间啊。
不会是知道我退休后挑选的下一任天道是他孙子，所以来报仇的吧？骆小度，骆小度，想啥呢？放心，不是来审核你的，不用装傻。哈哈哈，大哥，瞧您说的。废话少说，问你点事。那个大哥，我好歹是这个世界现任天道，就是您能不能说话平静点？就我也要面子的。300年前，你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灵气浓度指标，把世界本源当成糖豆往世界各地乱撒。200年前，你为了测试细菌是不是有飞升的资格，把世界本源强行灌入各大强者体内的细胞中，导致修仙大能得了癌症，甚至把一个国家的陛下给整死了。我现在都想不通你是怎么让一位男性陛下得乳腺癌死的。还有各种的糗事需要我说吗？哪次不是我给你擦的屁股？要知道这些事情我现在都给你瞒着呢，你还好意思让我跟你和和气气的说话？哈哈哈，大哥，要不还是继续说说您要问我啥吧？2件事，一，你快退休了，下任天道的人选你选了吗？2，我儿子说我孙子要结婚了，但我把家的地址给忘了。千阳，趁着你现在回来，要不把你跟灵儿的婚事完成了吧？是啊，听你莫弈大哥说你马上要去魔界了，不如趁着点时间快点完事。这件事等我从魔界回来的时候再说吧。还有你俩，我是小辈，本来不应该说的。爹，你把我未婚妻的母亲给娶回家当小妾，现在又让我跟我未婚妻继续正常结婚，您就没觉得哪里不对吗？这事是你解释还是我解释？收了我几个亿的零食，没让我住好吃好，现在还让我解释，你能要点脸吗？我跟你黄雨阿姨是假结婚，只是些金额较小的零食交易罢了。好的，爹，我相信你。还是你说吧。无能的男人，真废物。这事得从200年前上一任陛下的乳腺癌死后说起。嫪儿也就是你未婚妻的弟弟，还有各种的皇子什么的都太小，无法继承皇位，我就被硬赶着上去当了个女帝。整整200年，1年871天，1天32个时辰，我1分钟都没休息过。吃饭在处理政务，睡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处理政务，就连洗澡他们也要用防水的袋子给我丢进来让我处理政务。要不是你母亲给我出了个给别人当妾让皇家丢脸的事，好让我解脱，估计我现在都没了。是的，不过当时我是不同意的，毕竟娶了大哥的妻子当妾成何体统，奈何他给了我几个亿的零食，并且说不领证，只需要在外面宣传已经纳妾了就行，我只能勉为其难答应了。不过这几个亿的零食不要跟你娘说哦，我在你娘那边少报了点。所以您老到底少报了多少？不多，平均1个亿的零食少报了个9999万9999的零食。这是位刚回家就要离家出走的男人，只因他父亲藏的几个亿私房钱被发现了。那个莫弈大哥，咱们快走吧，我不小心把我爹有几个亿私房钱的事情告诉我娘了。什么？宿千阳，你给我等着，下次你回到家，我不把你打的你爷爷都不认识，我就不是你亲爹。这就把遗言说完了吗？大哥愣着干嘛？快跑啊！好的。莫弈大哥，去魔界前首先要去上界，所以咱们现在是去洗脚。可是洗脚，别逼我，求你。好的，去洗脚。哈哈哈，洗脚城，你们的皇帝回来了。哎，莫弈大哥怎么跟个小孩子一样？那个素千阳，你娘有东西交给你，这个露露姐说让我带给你。家主象征的阴阳令吗？那谁来着？看来你还是放弃了。我真的会写，说的跟我不放弃就能打过你一样。不是，你哪位？啊，好想洗脚啊，想洗不被定义的脚，洗不论生死的脚，洗加了600个钟的脚。素千阳啊，快点变强来接替我的位置吧。不是，你们夫妻俩走路都没声音的吗？不对，你来我这干嘛？我家那位回家看孙子结婚没喊我，我来问问你他在哪。还有你刚才好像提到我孙子素千阳了，你也最好说清楚哦。好好说的话，你以后500年的洗脚费用，我儿子素银包了。哈哈哈，来姐，坐，我的36D专属皇家椅。
你老公跟您孙子的事，我保证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哈哈哈，不用了，你说完我马上就要去砍人了。就这么跟您说吧，您老公现在估摸着已经到家了，你回家就能看到。至于您孙子，我敢说，除了你们一家4口，没人比我更关心他。他打娘胎里，我就偷偷的用世界本源给他洗髓身体。你孙子10岁元婴，全是我的功劳啊！我记得你世界本源不是几百年前当糖豆撒完了吗？怎么还有啊？哈哈哈，姐，咱不聊这个，不聊这个，接着聊您孙子吧。他已经10年没突破境界了，期间我也没断过世界本源的供应。给我说世界本源怎么回事？找别的世界天道借的。借了多少？还款人是谁？都给我说清楚。也没多少，就借了6个世界的本源，每个世界也就借了一半。还款人是下任天道。然后下任天道你就挑选了我孙子对吗？陆小度。这是座神奇的洗脚城，每加1个钟，修炼速度便翻1倍。原来大哥你口中的洗脚真的只是洗脚啊？不然呢？难道你想的洗脚是洗脚而不是洗脚吗？别闲着了，我给你也点了几个钟，快点进来试试啊！算了算了，我不打扰，不打扰怎么能行呢？大哥，你早说这玩意这么得劲啊！你早说我不早跟你一块来了吗？没想到啊，多年未进一步的境界，居然因为洗的这一次脚松动了。哼哼，现在知道我为什么天天满嘴的都在喊洗脚了吗？我现在可太知道了，这哪里是洗脚啊，这不是变相的加速修炼法阵吗？另外再告诉你一件事，这洗脚还有另一件好处，这种修炼翻倍的功效也只是附带的罢了。此话怎讲？难道这洗脚还有别的神奇的功效吗？那你可听好了，这洗脚最强大的功效便是补肾。不管你的肾脏遭受过何等冲击，什么1夜8万次了，1年不间断了，只要来洗1次脚，你的肾脏就会如同回到巅峰般强大。啊，好没用的主要功效啊！此时的宿千阳还不知道，这个在他眼里最没用的功效，其实是以后拯救他中年危机的关键。500年，这个傻脑家族的继承人终于有人洗上脚了，老夫终于看到了解封的希望了。不错，这小子还是个元婴境，等老夫给他整个心魔，等他渡劫的时候再一夺舍，我就可以一直洗脚了。不对，这小子元婴呢？元婴境的元婴呢？哎呀，姐，您看您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咱啥时候去洗脚啊？哈吉度，你这家伙已经彻底没救了。哈哈哈，姐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摆烂链接大脑，洗脚代替思考。不过您放心，等你孙子成为下任天道，我保证不会教他洗脚。切，别说你不教，就算你教了，千阳也不会学的，他老实得很。与此同时，宿千阳开始了他的不老实想法。大哥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我把我爹带来，然后你虚报价格，事后咱们3七分，你7我3，怎么样？啥玩意？你人设是这样的吗？不会是跟我待一块久了，恶斗了吧？那倒不至于，只是我想坑我爹了。啥玩意？难道你爹也在你小时候把你变成女生丢合欢宗，被一群大姐姐包围了吗？那倒不至于，只是小时候我爹把我吊在树上拿鞭子抽，事后对我说这是为了修炼。你知道那种睡醒就送100连抽的感觉吗？既然这样，那行啊，你准备让我多报多少？不用报太多，就多报10颗灵石吧。总归是自己亲爹啊，就算曾经被送100连抽，还是狠不下心报复呀。每秒多报10颗灵石。刚洗完脚，出门就遇到自己亲奶奶来洗脚，是种什么样的体验？接着洗脚，接着体验。那个奶奶，您旁边这位是？咱们晨阳界的天道骆小度，按辈分是你奶奶辈的。叫姐姐，我还是个黄花大闺女，我不老。好的，天姐奶。就你还黄花大闺女呢？我看是黄心大闺女还差不多，整天抱着个美男腹肌，写真集在被窝里看。算了，看在你请我洗脚的这件事上，我就不跟你斗嘴了。宿千阳，过来一下，趁着你在身边，让姐姐检查一下你的身体。乌巢，这位奶奶，我有未婚妻的，你不要有这种老草吃嫩牛的想法。
神特么老草吃嫩牛的想法。我是看你10年修为没进步，检查一下你的身体是不是出什么毛病了。小家伙整天脑子里想的都是啥？你老早说啊，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你缠我身子呢。靠，我是天道啊，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，我还能缠你身子？卧槽！怎么了？难道千阳身体真出意外了？还得是年轻人啊，这手摸着就是嫩。骆小度，你下次再敢这么断句，我就把你做的那些事全捅到上界天道那里，让老板制裁你。哎呀，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不过你孙子手确实嫩，不检查就滚。素千阳，准备好，姐姐的神识要进入你的身体检查了，忍着点，姐姐的神识很大哦。不是。哦吼，我记得素千阳才20岁吧，他爹居然直接把象征家主的阴阳令给他了。我操，这女人是谁？为什么在她面前，我有种挖雪地见到妈妈后的那种顺从感？我是天道，还有你是躲在阴阳令里，准备让素千阳滋生心魔吧？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仇，但如果你除了让素千阳有心魔外，还有别的地方害她，我会把你剁成臊子喂狗哦。所以我在她身体里养心魔，您不会砍我的对吗？没错，如果素千阳能被心魔打倒，那算我眼瞎，下任天道人选错人了。但如果你又搞了别的小动作，你活着会比死了难受。好的，大人。那现在给我说说素千阳的身体情况吧，为什么10年修为没进一步？回大人，这小子只是修为停止，而不是实力停止。他虽然修为只是元婴，但实力应该能与上界仙人掰手腕。而且这家伙体内的元婴不见了，我觉得修为停止不前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体内元婴消失才这样的。这是位被天道强行进入身体检查的男子，只因他的元婴镜没有元婴。骆小度，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你的神识都出来了，我孙子还没有醒？哈哈哈，可能我的神识真的很大，给他撑坏了，应该休息休息就能醒过来了。靠，素千阳咋回事啊？上级检查完身体不就一个元婴镜没元婴吗？怎么我这神识一收回来他就晕倒起不来了？哎，不是，我在这家伙神识里睡得好好的，谁给我干出来了？这给我干他来了！沟槽的骆小度，素千阳现在这样是不是你丫搞的？我告诉你啊，快点给他整过来，不然老娘削你！我也想让他醒啊，可是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啊。我不是正在被那位天道检查身体吗？这给我干哪去了？嘿，有人吗？我日他爹，好嫩呀！没人回应啊，看来是没人了。那个你好。我不好，而且你知不知道，在别鬼家房子上乱吼乱叫是件很没礼貌的事。房子？这一块有房子吗？真不知道，你阳界的父母是怎么教你的？一点教养都没有。等会儿，阳界的父母，那个这位漂亮姐姐，请问这是哪里？听你这话的意思，小伙子第一次死啊，连鬼界都不知道吗？啥？这是鬼界，我死了。小伙子，这是鬼界，你来到了这里，当然已经死了。不过不用担心，在鬼界好好工作，下辈子投个好胎，也是个不错的结果。那个春意啊，你有检查出什么问题吗？我万万没想到啊，小杜阿姨，您老不仅能在修仙界让大成期的人得乳腺癌，还能把身负3个世界本源的人搞成植物人。天道你也别做了，去当邪修好吗？啥？素千阳成植物人了？到底咋回事？天道的实力是该世界所有生灵力量的总和，然后你们这位天道用自己神识强行进入到他体内。所以他的神识就等于被整个世界的力量给强行进入了，不是他这都没死啊。托他体内3个世界本源的福，现在只是神魂丢了，找到还能活，要是找不到就吃席吧。
找神识吗？这个简单啊，问素千阳自己不就行了吗？问他自己，呵呵，神魂都不知道跑那了，怎么问？卧槽，老爸，你们不知道吗？素千阳这家伙有2个身体，平时神魂都是掰2半用的，去问他另一副身体不就行了吗？这是一位刚进鬼界就被安排工作的男人，然而接待他的是他阳界的师傅。徒弟你咋在这？我操，是师傅，你怎么也死了？搞什么啊？还想带这小子熟悉鬼界的状况呢？原来有熟人啊！走了。不对，师傅，你不是在宗门里待得好好的吗？怎么死了？啥？这个我不知道啊。先生说我是缺心眼死的，可我觉得我应该挺聪明的。徒弟，你也是这样觉得的吧？师傅，你要不还是跟我讲讲鬼界的情况吧？这个鬼界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啊？还有那个鱼头人，鬼界还会有这种生物吗？你是说鱼吗？他是忘川河鱼王，不是鱼头怪。鬼界最大的肉食供应商就是他。到点了，我下班了。徒弟，要不咱们回去再聊鬼界的事吧？再多待一会儿，老板就要给我2倍工资了。身负6个世界本源，还是个天道候选人。你等的人也算是终于等到了。哎呀，云先生，您又在门口看小黄书啊？那个张婶啊，您能不能别老是盯着我啊？好不容易我妹没在家偷摸看，一会儿还被您给逮到了。那不行，我答应过小秋烟的，她让我好好的盯着你。得，不看了，我不看还不行吗？算时间，他们应该也要回来了。张婶，要不留下吃个饭？不了，我要去洗脚了。听说鬼城乡中客洗脚城新开了一种新服务，这次过去，我的修为可能就要达成可以复活的指标了。今天大概就是最后一面了，再回了云先生。还有，别让你妹做饭了，那东西别说人了，鬼都不吃。哈哈，我尽量。先生，刚才那是张婶吗？她又去洗脚了吗？是啊，这大概就是最后一面了。你要过去告个别吗？不用了，让张婶赶紧去霍阳界吧。在鬼界，她天天给人说媒，给男的说男的，给女的说女的。我怕我去告别她，给我把隔壁村二丫给我说媒说过来。你身后那位是？他是我徒弟，不知道怎么回事也到鬼界了。他就是师傅口中的先生吗？还有这位身上的气息怎么那么熟悉？还有这位先生怎么身上有股天道的气息？歪小家伙当着别人的面议论别人，很不礼貌哎。来，听得到我的心里话。那个先生，秋妍姐是不是不在啊？不在我就去做饭了。真的吗？即使事后要承受我妹的豆汁胡辣汤、西湖醋鱼3种超绝组合，你也不在乎吗？这是一位马上过劳死的代理宗主，只因宗门内要他处理的事务有一点多。你这是在干什么？莫弈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阳体神魂都丢了，为什么还能老老实实的在这坐着？啥？另一半神魂丢了？你不是2个身体1个意识吗？另一半神魂丢了都不知道吗？不知道啊，自从神魂掰2半用后，我俩记忆已经不互通了。不过另一半神魂应该没事的，不然我现在就已经没了。那你现在这是在处理宗门事务啊？自从宗主被我一巴掌拍死后，这些宗门事务就轮到我做了。我现在已经3个月没合眼没吃饭了。对了，大哥，你是狐狸精吧？差不多，不过我不是纯种的狐狸精，是后天变成狐狸精的。怎么了？我能咬你一口吗？狐狸是犬科动物，你就当我是吃一口狗肉了。那个先生，我能问你几件事吗？问你师傅怎么死的，还有鬼界为什么比阳界还和谐吗？没错，我师傅说他是缺心眼没的，但我认为以我师傅缺心眼的程度，他口中这个死法绝对不可能是缺心眼死的。先说你师傅吧，你师傅邱千月虽然不是缺心眼没的，但其实也差不多，3魂7魄少了2魂6魄，这还能活20年，也算奇迹了。至于那少了的2魂6魄，等你复活后问你们的天道吧，我就不多嘴了。至于鬼界的事，
就让那几个 gay 的老大给你说吧。哎，我不是在吃饭吗？他叫严小灯，鬼界4位鬼帝跟4位仙帝的老大。对面那家伙想知道鬼界为什么会比阳界和谐，你给他讲讲，顺便给他说一下怎么从鬼界复活。鬼界除了我之外的鬼帝仙帝全是 gay， 是我想的那个 gay 吗？只要你敢在鬼界干出伤天害理的事，3大鬼帝、4大仙帝全会来上门拜访你跟你的父亲。当然，你如果在阳界也干出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死后到鬼界照样拜访。用这种方式来维持秩序，会不会有点太激进了？至于复活嘛，你可以选择3种。第一种，正常失去记忆投胎；第二种，在鬼界把功赚鬼精，直接复活，没有负面影响；第三种，则是在第一种的基础上加点鬼精，可以让你自选一些下辈子的天赋什么的。哦，对了，鬼界规矩还跟阳界的劳动合同有关系。你如果当老板或者雇主什么的时候，没有好好对你的员工，死后到鬼界会被妻管齐下的。情节恶劣的话，鬼帝仙帝回去阳界找你的。现在知道鬼界为什么比阳界还和谐了吧？这是位饿了3个月的代理宗主，而现在的他只想说一句：大哥，你好香，让我咬一口吧。真的求你了，我感觉我快见到我太奶了。我操，大哥，这，别这了那了，快点吃吧。看给孩子饿的，桌子都啃没一半。终于活过来了。对了，大哥，复活宗主到那步了，我真的不想再工作了。哈哈哈，再忍忍吧，现在就差你们宗主的神魂和一缕荒仙气了。虽然是这样说的，但你另一半神魂丢了，不找到的话，可能到时候宗主没复活成功，不说自己还搭进去了。宿千阳神魂在鬼界，云尘烟。卧槽，云尘烟。好了，你在鬼界的消息发给你莫弈大哥了，怎么样？接下来你准备干什么？我想趁着在鬼界的时间，正好去找找我们宗主的残魂。即使知道最后找不到，你也要找吗？总得是什么？万一找到了呢？还得是年轻的。怎么样？你要不要调教调教？滚蛋！调教，这家伙不会是个 gay 吧？放心，他不是 gay， 他只是一位步入中年危机的男人，而且世界上没人比他更了解你了。怎么样？你让他调教调教，把他哄高兴了，兴许他就把你们宗主残魂的位置告诉你了。你还说他不是 gay？ 谁家中年危机的男人要另一个男人哄高兴啊？傻批宿千阳，我从刚才有说过一句话吗？别人说一句你就信一句，你脑子是洗脚的时候从腚沟里洗出来了吗？哈哈，现在的自己说未来的自己是南通，未来的自己骂过去的自己是傻波一，不是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宿千阳你这么有活啊？不是，等等，啥意思？什么叫未来的自己？什么叫过去的自己？傻鸟宿千阳，你现在看看我还像不像 gay？ 变成对方样子的 gay 吗？难道是新玩法？宿千阳，你信不信等我回到未来打你儿子？看啊，人甚至不能跟过去的自己共情。你滚！要不是你多说那2句，按我的方式，这家伙早就接受我是未来的他的这件事了。嘿嘿，你不是说你最了解自己吗？说几件只有你知道的事呗。那个，就算你是未来的我，那你来现在干什么？是啊，明明在未来生活的好好的，为什么会突然穿越时间来到现在呢？不会是因为怕老婆吧？怕老婆？灵儿吗？不应该吧？灵儿脾气不是很好吗？云尘烟，你呀故意的吧？明明知道我来是为了干什么，那你就说你来的原因，归根结底是不是还是因为你怕你老婆？是不是啊？新婚第1晚就身体透支了的先帝大人。哥，笑啥呢？怎么贱兮兮的？哦，对了，我刚研究了个新菜品，母子连心，你要不要尝尝？母子连心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青蛙炖蝌蚪。这是2位一模一样却又不一样的人，一个来自现在，一个来自未来。真傻，像这样躺在石头上放空大脑的感觉。那个，既然你是未来的我，那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？你问吧。未来的我，也就是你，身体真的已经虚到要穿越时空到过去来逗老婆了吗？
哈，你以为我跟莫弈大哥一样怕老婆啊？我可不是怕老婆才穿越时间过来的，我是为了增强你的实力才穿越过来的。不要以为你是我的过去就能这么胡说啊！就正常聊天，你怎么还急了？你才急了，你全家都急了。我这只是新陈代谢加快，小屁孩懂不懂啊？那个，未来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总归还是自己啊，一下子就猜到了。乖儿子啊，桌子上的是你妹妹，我跟你爹去别的世界旅游了。你既然已经成为家主，那就要对家族的人负责。你妹妹就交给你了，别乐死就行。家主，不好了不好了！少主又把四角裤套头上，光着屁股喊自己是光之巨人了。好的，等下我去解决。老爸，我谈恋爱了，我要把头发染成跟他一样的黄色，给我点零食。好的，马上给你转。姐夫，你快把我姐领回家吧，她天天在皇宫里喊要老公，快喊成病娇了。宿千阳，洗脚2缺1，速来，我请客。不过是些许风霜罢了。弱智的儿子，摆烂的吗？病娇的妻子和被黄毛拱了的他，兄弟，你辛苦了。你都喊兄弟了，那还说啥？来个教你怎么杜绝未来的那种情况。那种事情不重要，我更想知道新婚第1晚身体到底虚没虚。先生，你觉得我未来的徒弟会承认自己身体虚吗？师傅，你们这是在听某人承认自己身体虚啊？某位不知名先帝曾经说过，如果有什么比好兄弟确诊肾虚更有趣的，那一定是好兄弟亲自承认自己肾虚。能说出这种话的，不得被自己好兄弟砍成臊子啊！没那么大块，所以你到底虚不虚啊？是啊，徒弟，说呗。不是，兄弟，你看看他俩，我可是未来的你啊，你就这么干看着吗？我其实也挺想听听未来的自己亲自说自己身子虚的。好你个宿千阳，我算是看清你了。那看来我这棵能治身子虚弱的仙草，只能送给下一个有缘人了。我不仅身子虚，我肾也虚，仙草在呢。不过我声明一下，我身子虚是有原因的，这是个时间流速阵法，外面1天里面1000万年，在我新婚第1晚被人设置在了婚房里。走过路过，不要错过，时间阵法大甩卖，外面1天里面1000年。老板，你这可以定制一款外面1天里面1000万年，并且附带避孕效果的阵法吗？跟好兄弟阴阳2隔的都知道，好兄弟不需要你在阳界给他烧阴间的纸，只需要你将他眼里最珍贵的东西烧给他就行。宿千阳，你在鬼界要好好的，这是我的洗脚城 VIP 会员卡，持此卡可以在各大洗脚城打7折，希望你在鬼界能用得上。那个莫弈大哥啊，我还活着呢，你这怎么直接给我立上坟了？是啊，你还活着呢，可那位跟我一起洗脚的脚友却已经去到了鬼界。这一张 VIP 卡，敬我们那无比浓厚的洗脚友谊。这烧 VIP 卡的行为跟贤者模式删掉网站有啥区别？那个大哥啊，要不咱们回去吧，我这自己给自己上坟感觉怪怪的，而且宗门事务还有一大堆没处理。再见了宿千阳，希望你在鬼界能找到你们宗主的残魂。这就是你口中的帮过去的自己提升实力吗？怎么邪慢啊？邪慢就多加几个钟。宿千阳洗完脚回来烧几本书要劲爆的，鬼精打你卡上了，多的就当跑路费了。我去洗脚，你去买书，这也是提升实力的一部分吗？不，只是我想独吞跑路费多加几个钟。是书店啊，可是老板人呢？这呢，客官想要什么书啊？你是宿千阳？什么情况？谁在说话？这呢，小千阳，我在这呢。小朋友，你认识我吗？什么小朋友啊？小千阳，我是你爸。不对，你现在应该还没跟灵儿结婚的，我现在应该不是你爸。小朋友，你在胡说八道，哥哥可要打你屁股了哦。什么小朋友？是我啊，灵儿的父皇，几百年前得乳腺癌死的那个陛下。不是，你还真是我半个爸啊。不对，您都没几百年了，还没投胎呢。我不想走投胎的流程，
我想复活去阳间，我已经辜负你黄雨阿姨太多了。那我黄雨阿姨改嫁给我爹这件事您知道吗？知道啊，这件事就是我提出来的。你黄雨阿姨在我死后顶替我的皇位，在位的200多年期间，已经折寿8000多年了。虽然这样丢脸，但起码还能有好活几年。快了，我的鬼精马上要攒够，能从鬼界复活去阳界找他了。不对，这里是鬼界，千阳你怎么在这？你不会也死了吧？叔，这里的鬼精快攒够了，你等几天，我攒够了你先复活。那你呢？大不了再攒几百年呗，别担心叔等得起。叔不用了，我想我已经有办法了。这是位在鬼界开洗脚城的老板，明明坐拥几百家洗脚连锁店，可兜里却掏不出1分钱。我的老天爷啊，到底是谁规定的？鬼界日常工资是阳界的3倍，双倍是阳界的6倍，法定节假日工资是阳界的9倍。我只是想回到主人身边，老天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客人是来洗脚的吗？没错。需要加粥吗？现在有优惠，加1个粥送1个。先给我加200个吧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会儿会有个跟我一样帅的，但那不是我。他如果要进来，请不要把账算在我头上。好的，2楼左边第3间房，刷卡进。主人，你知道吗？自我来到鬼界后，开洗脚城就是为了找你。可是这都几百年了，你平时不是最爱洗脚吗？我都在全世界开完连锁店了，怎么还是没有你的消息啊？老板好可怜啊，孤身一人在鬼界找人找了几百年都没找到，可怜吗？一会儿还有更可怜的，别忘了他今天要给我们发12倍工资。主人，快点来找我吧，我真的不想在这儿了。怎么回事？我好像感受到了主人的气息，是门外传来的。千阳啊，这就是你口中的有复活的办法吗？是的，叔，这里面有人知道怎么复活咱们2个，未来的我一定知道。哎，既然千阳想来洗脚，那就洗吧，不就是钱包没钱吗？大不了吃几天土就是了。千阳啊，一会儿进去你直接去洗就行，叔给钱。那个叔啊，我真的不是来洗脚的。好，叔信你。老板，我下班了，下午要上的那2个小时班给我调到明天上午。请问要洗脚吗？进来吧，别逼我，求你。怎么感觉我遇到的这些老板啊、皇帝啊、宗主什么的，怎么一个个都很没面子，过得很不好啊？我爹那个家主也是。坐吧。不用了，我们还要找人。那个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吗？我会告诉你那个人在哪里的。但现在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认识我主人莫弈吗？你身上为什么会有他的气息？认识啊，莫弈大哥经常带我洗脚来着。什么？主人是你大哥？这么说你们很熟来着？那你能联系到他吗？这个能去问问云先生，他能联系到。2楼左边第3间房，你要找的人在那。怎么了，师弟？还不信我是你师兄啊？我也想相信啊，可是我师兄3个月前刚被我儿子拍死。就算你是没的那天就转生的，可是3个月时间能长这么大吗？转生的工作人员嫌弃我要求太多了，就让我自己捏了个身体吧，神魂塞进去了。我不就是提了一篇20万字的要求吗？至于吗？能建成这样，看来你确实是我师兄了。这是一对神人师兄弟，一位喜欢上线就送儿子100连抽，一位前世喜欢女装勾引消除男。话说师兄啊，你真的变成女生了吗？不是变，我是正经投胎流程，只不过没失去记忆罢了。怎么了？还想跟上辈子一样追我啊？滚蛋！几十年前那只是我不满意父母包办婚姻，想加入宗门找个师姐或者师妹当道侣，谁知道第1个就开出隐藏款了。这不最后你不也没按照原来的联姻对象吗？直接跨辈分把白虎族辈分最高、年龄最小的公主娶了，导致现在按辈分喊，你要喊你爹吧，你爹得喊你夫人奶奶。要你管，我乐意。不过话说你都投胎了，为什么还要来找我？别说见你了，我还要回到宗门，让你儿子把宗主的位置给我让出来呢。现在宗门的事务都快给你儿子累坏了。上班的时候吵着要休息的见多了，你这种都死了投胎还要继续工作的，我是第1次见。
没办法，你儿子也是我侄子嘛，苦谁不能苦孩子啊？不行，我要去鬼界找他。大哥，鬼界不是死了才能去吗？没错，所以我要回到上界找一个出生，他一定有办法的。能在大哥口中当出生的，那该有多坏啊！你的意思是想让我帮你跟咱叔复活，然后还不想花一颗鬼晶吗？帮你我有什么好处？请我细讲吗？你帮我没有任何好处，但你不帮我，我就会挥刀自宫，让未来的我，也就是你，变成太监。怎么样？考虑考虑。反正你也说过未来的我会因为新魂夜身体受损，我不如现在就割了一劳永逸。我擦嘞，原来我过去的自己这么狠吗？怎么感觉跟我记忆里的时候不一样啊？2种快速复活的办法，第一，修为达到新人境，虽然你的实力够了，但你现在体内缺少元婴无法进步，需要你跟你另一份身体，也就是你的元婴合二为一。第二，找云尘烟，真的没骗我，这2种方法，上次鬼帝头子可没跟我说。废话，你才元婴境，让你攒鬼晶复活远比修炼来得快。告诉你干啥？至于云尘烟嘛，别看他挺不正经的，但跟他比起来，咱们树枝怪倒显得很平庸了。云尘烟，魔界有个邪教团伙，最近在搞事，你去处理一下，别把魔界给搞炸了。还有你假期结束了，快点回到上界，我快撑不住了。我不去，晚上拿你老公当牛使就算了，你这在我假期的时候还要拿我当牛使。好老公，求你了，我真的不行了，大不了等你回来的时候，咱们分床睡。我真的太忙了，7个世界的天道，就1个春意省事，剩下6个，一个比一个恶心。特别是那个沟槽的骆小度，天天干的都什么事啊？这是一位酷似女鬼的上界天道，只因他手下7个世界的天道有6个完全不是人。春意，你来了。哈哈哈，来了。不过老大先说好啊，你如果还是想把你的位置传给我，我扭头就走。哈哈，我难道看着像那种工作到快发疯，想赶紧把职位推给其他人的家伙吗？难道不是吗？没得商量。没得商量。算了，准备一下吧，去找你天然姐。够可以的啊，兄弟，让你带一本书，你直接把书店老板给我带来了，真懂我啊。那个先生，我听未来的我说，您这里有快速复活的办法，能告诉我吗？你真的要不管你的员工去阳界找你主人吗？对呀，怎么了？我记得鬼界有个规定，老板如果突然要复活去阳界，要赔给全部员工 N2的。你在鬼界那么多连锁店，赔得过来吗？我先失陪一下，如果要去阳界的时候，请务必联系我。哎，不是，大哥，这对吗？这还是修仙界的画风吗？上界分9个城市，每个城市对应一个下界，有几个下界就是这种样子的。因为有个别城主喜欢这种的，所以就被搬到了上界。原来是这样的吗？不对啦，大哥，不是7个下界吗？怎么会有9个城市？有1个城市是跟鬼界连通的，鬼界没有天道，只有鬼帝跟仙帝不占用下界名额。至于第9个嘛，有传言说它是跟上界融合了，也有人说是被云尘烟给炸了，真实情况是啥我也不知道。你还知道回家啊？你还能想起来家里还有个闺女啊？老爸，你能干点人事吗？一家5口人，3妹当天道我就不说了，你们3个下界玩，把我一个人撇在家，喊都不喊我。哈哈哈，这不是忘了吗？老爸，你的意思是你们在下界消费刷我的卡，把我给忘了是吗？走吧，去找我干奶奶。大鱼，这一竿绝对是大鱼。这家伙好像从我躲在下界的时候就在钓鱼吧，现在还没钓到吗？没办法啊，他老人家雷杰曾经自身带电能钓上来才有鬼了。打他来到这的几个月里，方圆几百里的鱼都被他电死了，别的钓鱼佬都挪窝了，他还不挪窝。哎呀，孙女，不是我不挪窝，万一下一竿就上鱼了，我挪窝不就炸了吗？这句话我听到了几百次，您这赌狗心里能不能放一放？老东西，找你办的事，秋雨跟你说了吗？去鬼界找人吗？说了，你们直接去鬼界对应的城市就行了，我提前跟他们城主打过招呼。就这么简单就办成了吗？老东西，我走了，祝你这辈子钓不上一条鱼。
这是为马上要复活的男人，而代价仅仅是吃完眼前这份美食。来吧，小家伙，尝尝姐姐研制的新菜品——哥布林族长大乱炖，内含有几百种特殊哥布林，保准你吃完回味无穷。不是，你确定这东西吃完我不会再死一次吗？千阳啦，答应我照顾好灵儿跟你黄雨阿姨。不是，叔，你要干什么？哈哈哈！千阳，等叔的好消息吧，等叔把这些东西吃完，你就能复活了。没想到你居然会让他吃你妹做的食物，我还以为你会让他去魔界解决那个邪教组织呢。放心，那个组织不用我说，过去的也会解决的。毕竟复活用的荒仙器就在那儿。不对吧？你说这事我咋不知道？还有我记忆里很多东西都跟现在的不一样。你当时在鬼界复活的时候，我就把你的记忆给修改了，一样才有鬼了。当然啊，只有在鬼界的记忆给改了，像你新婚夜身体亏空什么的，都是之后的事情。嗨，天然，我们来了。嗨，天然姐，好久不见。姑姑春也好久不见。但如果你们来是为了让我顶替你们工作，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永远不见。哎呀，天然，瞧你这样说的，姑姑的工作其实很轻松的，一点都不累人的。哈哈，姑姑你的工作量我算过的，每年不眠不休的干，你要一直干吧，200万1年才有可能干完。所以您就别想骗我去顶替你的工作啦。跪下来求你也不行吗？说真的，你有哄骗我顶替您位置的时间，还不如把我爸调教成能顶替你位置的样子。那算了，你爸更不是人。那个老大，要不还是先聊正事吧。哦对，让你妹快点挑选传人，你妹不适合当天道真的。还有把你恋爱对象喊来，我给你瞅瞅。哈哈哈，终于，我终于研究出可以改变世界的东西了。歪兄弟，我新来的，咱们教主这是研究出什么东西了？高兴成这样？不知道啊，我也新来的。门口说入教免费领鸡蛋，我就来了。不过这地方是魔界的邪教，能被研究出的应该不是啥好东西。放肆，这可是个能改变世界格局的东西，在你们嘴里居然成了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什么？入教还能免费领鸡蛋？在哪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哎，不是，你们就不问问我研究出的是什么东西吗？问了你可以让我们多领一份鸡蛋吗？可以。那我也不问，我是来领鸡蛋的，不是来听机密消息然后被灭口的。好，既然你们诚心诚意地发问了，那我将向你们展示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，可以让先帝强者都感冒的病菌。只是感冒吗？当然，我的这项发明完全弥补了成仙之人无法感冒发烧的坏处。他是为要去鬼界做好兄弟的人，但他老婆不是很同意。那个小莫啊，都好几个月没回家了，能不能在家住几天再走啊？我也想啊，可我兄弟还在鬼界呢。为了我兄弟和我的腰子，我也不能在家里住啊，所以原谅我好吗？没想到大哥为了我居然有家不能回，真的太感动了。不，他不在家住，只是因为受不了我妈的压榨。终于吃完了，我这辈子不想再看到哥布林了。好啦，既然都吃完了，就快点去阳界吧，传送门都准备好了。叔，你还能动吗？完全动不了，现在的感觉就像当时新婚夜被你黄雨阿姨压在身下的无力感。不是，你们俩这是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吃了点东西，导致现在全身硬硬的。好了，你既然来了，就顺带着把他们丢进传送门，一起去阳界吧。脑袋晕乎乎的，总感觉忘了什么事情。我伟大的臣民们，来告诉我你们的身份是？快递员，小王的妈妈，来领鸡蛋的路桥狗。你们有毛病吧？没让你们把真实身份报出来。我是卧底。但话又说回来了。你好，我是来卧底的。你是贤王敬，我是贤尊，你打不过我，我只想混工资，所以你可以当我不存在。这么直接吗？当然啊，不过你也要适当的给我透露点你们不那么重要的情报，让我汇报过去。如果不透露，我会揍你哦。好的。哎，不是，我进的不是邪教组织吗？这怎么教主跟卧底心平气和的聊上了？
飞兄弟第一次参加魔界的邪教组织吗？这不废话吗？这玩意还能有第二次吗？我第8次，31、92。不是，你们有毛病吗？参加这么多次，不对，你们参加这么多次，居然还没死吗？先别管死不死了，兄弟，你来参加组织的时候提的邪门想法是什么？说说呗。毁灭世界啊？难道你们的想法不是这个吗？看来是没经历过毒打的年轻人啊，想法居然是毁灭世界。什么意思？难道你们有更伟大的想法吗？伟大不见得，但够邪门。我的是让全部男人都会来大姨吗？每个月都会有几天磨完疼。给和尚装脑机，然后循环播放成人动作片。让美少女站街，但屋子里躺着的是老奶奶。哎，不是，咱不是邪修吗？邪门的方向是不是一点不对啊？怎么不对了？邪修靠怨气修炼，你就说咱们刚才说的想法，如果实施了，他们会没有怨气吗？要懂得持续性发展。你如果毁灭世界了，谁给我们提供怨气啊？那你们还想个屁的想法！最近开学你往校门口一坐，那怨气不就自己来？这是未来鬼界要跟好兄弟一起洗脚的人，可他好兄弟在上集已经成功复活。老爸，你感受到了吗？感受到了。平均每200米就有一座洗脚城，这哪是鬼界啊，这简直就是我的天堂。有时候我真的想把我这生物爹的脑袋打开看看，里面除了洗脚还剩下什么。你呀不是要来复活你兄弟吗？怎么又开始洗脚了？哼哼哼，我愚蠢的女儿啊！若想在这偌大的鬼界找人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而鬼界这个地方我提前了解过，除了拍卖行，就只有洗脚城的消息最为灵通。所以呀，我去洗脚城的主要目的其实是打探消息，而不是洗脚。好的，老爸，就听你的，去拍卖行不去洗脚。啥？这不对吧？哈哈哈！速速千阳，你活过来了，你终于活过来了。那个奶奶啊，咱们世界的这位天道怎么看着比我死前更傻了吧唧的？没办法啊，亲孙子被他当面整死了，我就激动的给了他一拳，谁知道这家伙这么不经打啊。人家3魂7魄少了1魂1魄本来就少，你还给人家一拳，是不知道用脚踹更疼吗？师妹啊，你觉得师姐我这辈子还有找到对象的可能吗？放心了，师姐，绝对会有人喜欢你的，但绝对不会有人跟你结婚的，除非那个人是个女人。大人啊，你啥时候回魔界啊？现在魔界又出了个邪教组织，不杀人放火，只干缺德事。我现在已经在3天内被仙人跳6841次了。那个，我记得魔界不是没有仙人镜吗？大人怎么了？所以你这应该算是凡人跳，不是仙人跳，吓得我都想回到魔界试试仙人跳啥滋味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幽默？总之一句话，你回不回魔界？不回去，尼玛当个魔君魅魔都不给我发一只，还想让我去干那个全年无休的活，拿我当什么人呢？好，你只要回到魔界老老实实的干活，我就给你塞俩魅魔。那我还是不去，谁知道你给我的魅魔是男的女的老的小的？你要给我塞俩老头魅魔，我不直接战了吗？行，那你提意见我给你找。这是我的4000万字的小要求，请务必全部看完。你好，你们拍卖行是什么都拍卖吗？没错，在我们拍卖行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你拍不到，就连先帝的个人信息以及弱点，我们这都能拍卖到。当然，你必须要有足够的钱。好，那我想把我弟丢到你们拍卖行拍卖了，你们收吗？不是，啥意思？您是想把您爹丢我们拍卖行吗？没错，事后9-1分，你们9我们1，我们还需要2个人的个人信息以及去向。没问题，老板。没人问我的意见吗？把亲爹丢到拍卖行拍卖的都知道，来参加拍卖的人不多，但胜在精。今天这场面真是少见啊！鬼界的6大势力的最高话事人，居然齐聚在这场小小的拍卖会里。黑老鬼，少废话！谁不知道你们5个来是为了跟我们萝莉宗抢人的？还有，你们宗门要的不是不知疲倦干活的牛马吗？来这跟我们抢萝莉干什么？老小有谁说小个子不能当牛马了？我看台上的这位小友正是天生牛马的料，更何况今天可不止我们黑奴宗来了，我身后的这位御姐阁主可是与你们有世仇的。黑前辈，瞧您这话说的，那只是老一辈之间的小小摩擦而已，
怎么能说的是仇呢？小小的摩擦嘛，我怎么记得你们御姐阁的老祖把他们萝莉宗的老祖给变成了御姐，导致他们被全鬼界嘲笑呢？那个我们 gay 宗不发言不参与拍卖，只是来看热闹的。还有我拍卖行老祖不发言，只是来哄抬物价，让你们花更多零食来拍卖的。好，既然大家拍卖前狠话已经放完了，那么现在开始拍卖，老规矩，价高者得。与此同时，刚回到家的宿千阳就被未婚妻给关在了屋子里。父亲救命！救命！那个啊，千阳在叫你哎。什么？在叫我吗？我没听到啊，反倒是我好像听到了我孙子或孙女在喊我爷爷啊。千阳哥哥，你跑不了的。屋子内被先帝强者设下了时间阵法，外面1天，里面1000万年，并且阵法内的事物全由我操控。哦，对了，附带避孕效果哦。恭喜啊，这位宗主以50兆的价格拍卖到了商品。这边请问一下，您为什么要花费50兆来拍卖这个商品呢？你大爷的！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幽默？你们拍卖行抬价第一口就喊到了49兆9999亿，你问我为什么会花50兆？因为爱情，行了吧？那你不买不就行了吗？莫弈啊，你现在可是又欠我50兆零食哦！不是你这个畜生怎么在这？看到那位高个子女生了吗？那是我们被变成御姐的老祖，老祖给我们下达的指令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拍下木椅。不是，你是弱智吗？花50兆来买我，这咋了？咱们之间的羁绊是这区50兆能斩断的吗？都哥们，花了就花了，反正花的是你的私房钱，又不是我的钱。看得出来啊，你们老祖确实有点出声啊。放心了，老祖只对那个叫莫弈的这样。虽然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，但我老祖整天挂在嘴边的就是吃饭睡觉，坑莫弈。你